打野专家果然不是吃素的，居然在荒岛实现了海鲜自由。像这种个头的海胆，在当地要500克1斤。为了品尝绝世美味，迫不及待地敲断外壳上的尖刺，从中间切成2半，就能看到里面的宝藏。把内脏和泥沙去掉，剩下的全是蛋白质，放入嘴中，突然一股皮蛋的味道直冲脑门，贝爷满脸痛苦，五官瞬间扭在一起。可考虑到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，还是强忍着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吃光。补充完能量后，开始规划接下来的路线。这个荒岛没有水资源，他想穿越海峡，前往对面的大岛屿上寻找。结果还没入水，就发现海里有鲨鱼的踪迹。高端的猎人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工具，转身捡起一根木棍，就缓慢地向着对岸前进。没想到刚走没几步，就遭到了鲨鱼的警告。大家伙快速地掠过腿边，等反应过来时，早已不见踪迹。即使贝爷浪迹野外多年，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心慌，赶紧招呼摄影师加快速度。结果走到一半，2条成年鲨鱼开始围着他转圈圈。贝爷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脚却不敢挪动一步，生怕被鲨鱼当作攻击对象，疯狂屏息，直到鲨鱼掉头，马上扔掉木棍逃跑。等来到岸上，他的小心脏还在砰砰乱跳，太刺激了，差点把小命玩完。简单休息了一会，动身查看附近的物资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椰子树，有了它们，水源问题就得到了缓解。双手环树，利用脚下的力量往外推，重复这样的动作便能轻松登顶。成功摘到一颗大椰子后，一鼓作气跳下去，享受胜利的果实。劈开坚硬的外壳，里面至少藏着一升的水分，清甜润喉，一口气混了个水饱。由于鲨鱼还盘踞在附近的海域，贝爷准备搜集一些物资打持久战。途中发现了几棵芭蕉树，这可是获取淡水的上好来源。利用竹子制作了一根吸管，将一头削尖插入树干中，在下方挖个坑，把干净的芭蕉叶铺在里面。接下来只需静静的等待，新鲜的淡水就会顺着管道流下来。搞定水源后，他又折回了海边。原本想下去搞点海鲜尝尝，结果发现几条鲨鱼更加活跃了。看着他们欢快的玩耍，不由得勾起贝爷痛苦的回忆，内心突然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。他要搞条鲨鱼一雪前耻，先用海参的内脏当作诱饵，结果发现他们不上当，无奈只好改用土方法，使用自产的黄金叶来吸引鲨鱼。没过多久，一条贪吃鱼进入了捕捉范围，这家伙看起来有2米长，贝爷打算突袭抓住他的尾巴，怎料在加速拉近距离的一瞬间，对方以玩命的速度逃跑了。蛋白质大餐落空，只能先在附近安营扎寨，把冲上岸的木头收集起来，做成2个 I 字形框架，上面用1根木头进行固定，下面再分别绑上2根木头，这就得到了结实的床架。像他这种180斤的大汉睡在上面毫无压力。接下来是最复杂的一步，用搜集来的藤条反复交叉拉直，耗费2个小时，终于编织出了一张安全且富有弹性的大床。最后再搞点棕榈叶铺在上面当做屋顶。据说此地的天气变化莫测，可以将竹子1分为2放在屋檐下，运气好的话就能在下雨时储上一些水。美美的休整一晚，贝爷又开始整活，利用塑料膜套在水瓶上绑紧，得到了一个便携式潜望镜。今天他要整一顿正宗的海鲜大餐。拖着小竹筏入海，四处观望没有鲨鱼后，立马用潜望镜观察水底的情况。海底不仅风景美丽，还有很多蛋白质。贝爷深吸一口气，抓着石头和3叉戟沉入海底。石头的重量可以让身体加速下坠，这可以节约很多体力。但游到珊瑚礁附近时，憋气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只好浮上水面换气。第2次下沉时发现了大惊喜，有对龙虾须从珊瑚礁里冒了出来。锁定目标后，打野专家迅速出击，一插下去非但没有成功，还打草惊蛇让龙虾跑了。贝爷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在休息了片刻后，又折回海底穷追猛打。这次龙虾竟然没有选择逃跑，见状吃货贝也不再留手，3+5除2成功拿下。看着起码有3斤重的龙虾，馋得他口水直流，根本不敢想象吃上一口得有多香。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进火堆炭烤，等到外焦里嫩时将其取出，切下肉最多的尾部，感受着手中沉甸甸的分量，直接笑开了花。一口下去，肉质饱满，口感嫩滑，喷香的味道直冲天灵盖，不知比牛肉好吃多少倍。美美的饱餐一顿后，贝爷的脑海里又有了新点子，他想在悬崖上制作一个烽火台，好像过往的船只发送求救信号。先用3根树枝做成稳定的3角形框架，然后在中间塞满塑料垃圾和干草，这样塑料燃烧升起的黑烟会很明显，只需在发现船只的时候点燃即可，以防下雨时淋湿引燃物。表面再覆盖一层芭蕉叶。忙完，贝爷也没闲着，继续四处收集物资。在一处悬崖缝隙里发现了一捆被遗弃的缆绳，当即利用渔网往下攀爬。落地后仔细一看，这根绳子相当于500条细绳，没准后面会有大用。由于绳子太重，不能原路返回，只好扛着它游回岸边。结果刚上岸，就看到地平线那边有艘游艇，激动的直接抛下绳子冲回悬崖上点燃烽火。不多时，火堆开始产生浓浓的黑烟，再加上那响亮的嗓门，贝爷觉得这次求生稳了。谁能想到今天的运气有点背，海风嗖嗖的朝他吹来，声音还没传到游艇，那就被打了回来。看着游艇无情的掉头，他整个人都蔫了。